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出现顶背离行情，时隔2个月后，这种风险信号又再次的出现了。这次美股会出现什么样的行情呢？蛇口下跌买入，上涨12%，右侧可以加仓吗？比特币、以太坊都出现了风险信号，这里同样要小心。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1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在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指数目前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一下久违的支持点顶底背离，我们很久没有讲到了，会通过顶底背离来看到目前市场究竟给到了什么提示。昨天的大阳线它为什么说潜在一些顶部的风险信号？而后阿哲会再复习一下有关趋势目前是否反转，怎么去判定，如果趋势反转，后续应该怎么去做多。最后会讲日内的变盘点，通过短线日内的分时走势，或者说15分钟的价格变化，我们怎么去看到目前的市场会不会有多空的一个转向，通过日内会更加快速的去发现这一点。而对于指数有了一个分辨之后，我们再来到第2和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那么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沃位、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第一部分所讲到的顶底背离，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分析当中，阿哲同样会用到这一个内容，这个知识点，它在币圈也是非常有名，或者说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技巧。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依旧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大家，因为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往往会偏长一些。大家在观看视频时，这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有兴趣，所以也做了一个时间轴，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一个时间轴，那么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只标的都是可以的。但第一部分尽可能不要去跳过，因为第一部分很关键。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叫做顶底背离。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复习一下之前所讲到的一些观点。我们来看到之前上期我们讲过的一个神级九转的一个问题。目前的市场其实来到了一个8号 K 线，九转其实就是1到9号 K 线同时产生之后，它会产生一些顶部或者说底部的一个提醒。那么像曾经所出现的9号 K 线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之前的3个高点。这3个高点，如果这3个高点你当时用九转能够避开，它可以让你少亏很多钱。所以现在又来到了这种信号的地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同时去关注一下，会不会在这里又出现之前的这种下跌，还是说它只是一个调整，甚至可能不影响。好，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市场如果出现一个下跌的9，它一般意味着下跌是奠定了一个趋势的形成，所以下跌九转一旦产生，说明有衰竭点，有市场的上涨可能。另外一点是说明它是一个下跌结构的雏形，也就是说趋势在此变得稳固。那怎么样能够去打破这种观点？它是得要有一个反弹，能够去击穿这个结构线。这个结构线一般是在1号 K 线的高低点，所以前面的这个九转，它的结构线昨天已经被一根强势阳线给突破，所以当前这个下跌结构已经不存在。后续我们要关注是一个上涨结构的产生。我们举之前的一些案例，可能大家会更加明白。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很标准的这个案例走势，曾经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当时是纳斯达克指数23年7月份，然后跌到了23年的10月底。好，那么这一波下跌，它其实走过很多次的九转，在一波九转的下跌形成时，它就会产生结构线。好，这个结构线只要后续的反弹不突破，它就还是一个稳固的下跌形态。价格如果出现了上涨结构，好，那么这个时候它因为前期的下跌结构没破，那么这里你要看一下它多空之间其实目前是均衡的，后续就要看一下它是往上破结构还是往下破结构。所以很明显它的方向是一个下破，后续是直接跌穿了这个结构，而且是跳空跌穿。好，所以目前你就会知道下跌趋势依旧是成立的，上涨结构是不牢固的。好，那后续这里是不是又一个下跌结构？好，这里是一个结构线，后续反弹也是没有碰到结构线，所以这一个下跌是反弹，这个下跌后续也是反弹，直到这一次下跌也是个九转结构，它的压力线被突破了。好，所以这一波上涨就跟之前的有所不同，这是从左侧神级九转的角度来去看待趋势的一个演化。
那么当下也是一样的，那这个九转已经被击穿，所以这一波上涨是改变了之前的这个结构，这里已经不存在下跌结构。好，当下要关注的是九的形成以及上涨结构线在这里，后续只要往下跌往下调，它这一波下跌力度不去破这个结构，那么后续这里就是一个上升趋势的雏形，这是一个上升结构，任何的一个回调不管深还是浅都可以去找买点。当然了，这里的前提是这个九要形成，那九要怎么形成？它要跟4天前比，4天前是1、2、3、4，也就是说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如果要形成9号 K 线，它的要求是收盘得要在5号 K 线的收盘价之上，只要今天的9号 K 线不是一根这样的阴线，它还是在这里产生，在5的收盘价之上产生收盘，那么这里就是9的形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撑线，在它之上寻找回调的2次买入时机，这是我们曾经所讲到的一个观点。好，当下9将要形成，9的形成本身意味着一个市场上涨容易衰竭的地方，哪怕后续有结构线的支撑，而后找回调买点，那么当下也是一个9附近的风险点。好，另外一个风险的信号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叫顶底的背离。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这个图板当中，这是调出了2个指数，上方是纳斯达克，下方是标普500，2个指数都是美股重要的成分指数。那么这种指数它一般会有个特征，就是高低点正常是同步的，在重要的关键节点上，该见低点、大级别低点的时候，它一般也会同步见到。好，那市场该有反弹、强势反弹时也都是一样的。所以纳指和标普正常情况下90%甚至可以说95%的行情都是同步的，不管是高点低点还是大涨还是大跌。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叫做同步的运行，而如果同步运行当中出现了不同步的一个行情，一般会给到我们一些提醒。所以之前这个高点又是怎么发现它是一个风险的？我们可以通过价格走势的背离去发现。那么你会看到的是，在当前的股价走势当中，纳斯达克指数的高点依旧还在24,019.99，也就是说还在之前这个8号 K 线的地方，而下方标普500它的高点是在7002.28，很明显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吧？差了很长时间，同样的一根 K 线，它们不再是同样级别的高点。纳斯达克指数早在3-4个月之前就见到了一个高点，而标普是在3-4个月之后才真正见到一个高点。所以这种就是上涨有一个指数提前见到高点，而有一个指数是延后出现高点，那么这种行情就叫做一个顶背离行情。那当下的市场其实也有这种环境出现，也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所产生的顶背离是谁，应该是2月25号的高点。好，那么这个高点昨天的纳斯达克指数首次突破了，而所对应的下方标普500它的这个25号的高点是没有被突破的，仅有一点，这里还有一点点距离。在这个高点没有被同步突破之前，是不是又形成了一个关键的高点被突破，一个关键的高点没被突破？2个指数在昨天的上涨当中产生了另外一次顶背离，也是在前期高点下跌以来首次产生较大级别的顶背离行情。当然了，这种顶背离也不是说这一次才产生，其实之前在这波下跌时也有出现过，像曾经的这个 K 线的高点，其实里面也有背离，但这种背离级别很小，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么细节的，这个要讲可能要看到内部结构，大家才可能看得比较明白。好，所以当下我们就知道，目前这里是有一个顶背离，所对应的高点是这个高点。那顶背离产生的时候，一般只要有一个顶分型的再次确认，就可以说明这个顶背离是有效的，市场容易出现回调。那么什么情况下说明这个顶背离无效呢？今天市场再次出现一个上涨，标普把之前2月25号的高点再次刺穿，那么和标普就同步了，那么就说明这个顶背离不影响。正常一个顶背离产生再到修复，那意味多方强势，那么后续市场反而容易再次引发加速，那么下一个目标就很有机会是前期的高点。所以这个顶背离算是前高之下唯一一个顶背离了，最后一个顶背离了。顶背离如果不能阻止市场的上涨，而是被修复，那么后续可能只是微微的调整，那么就直接有机会立刻新高。在稍后我们再讲到比特币和以太坊时，同样会用到这个技术，到时候我们会再讲一下。所以当前的市场行情走到这里，是一个多方趋势转强，甚至可以是转势的一个过程。而在转势之后，在这里再去加仓买股票，比如说你之前低位可能仓位不多，好，这个时候再买股票，我们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九转即将产生，而后在附近有压力，并且有顶背离，所以这种情况下，
往下回调再去加仓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是阿哲目前的一个观点。好，接下来我们在回调加仓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去判定怎么去加仓，或者说哪个地方是回调的支撑点？接下来我们看到趋势的反转判定第二部分。有关趋势，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关于趋势的一个内容。那么阿哲也经常借用这个指标模板为大家去分析这个趋势，包括后续个股解析，我们也会用到这个上海趋势图，这是阿哲所专用的，所进行一个专门研发来进行观察趋势的一个指标模板。好，目前的市场它出现了一个动作，下方这个趋势监测器中短线的趋势已经发生改变，它有一个变质。好，它变成了一个紫色的飘带。之前如果是黄色飘带，我们在这一段行情当中一直讲的是什么？市场它可以有低点，它可以有上涨，但是只要这个黄色飘带依旧是黄色，那么它的一个反弹空间一般就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当时这种环境之下，只要是黄色飘带，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说的是反弹？包括这一次是吧？我们当时说的也是反弹。那现在它走到这一步，有机会反转，为什么？因为它底下终于改变了一个动作，叫做转势了。它从一个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那转为紫色飘带之后，我们的操作空间那么就会有一个下跌反弹变成上涨回调，而回调的一个幅度正常分为两种，在这种初次转势的时候，第一种就是龙门线，第二种就是飘带。正常的一波反转结构，它的二次回调往往会回调到飘带附近，可以允许首次回调时跌穿深一点都没关系，但正常的会调到飘带附近，这是正常回调。那么强势回调它将不跌破龙门线。好，我们举一个强势的一个案例，在上一年所产生的。上一年2、3月份是不是也发生过这种相对的中期调整？在当时调整时也是连续的黄色飘带，包括现在很多同学的股票，您可能手中也是黄色飘带，那种股票其实它的空间会比较小，比目前的指数是要弱的。后面我们讲个股时，你要看一下了，你手中股票目前是不是黄飘带？如果还是，就说明比指数目前是要弱的，或者说启动比较晚的。好，只要是黄飘带，就说明是下跌趋势，直到有一波强力的反弹。好，那么这波反弹是在一波下跌之后，经过了3、4次反弹之后才产生的。所以一个下跌走势要反转，它其实会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一般会要多次的一个重蹈覆辙的反弹，才有可能发生一次可能是反转的一个反弹。好，那么这一波上涨，我们怎么知道它不太一样？因为它的飘带在这一刻转为了一个紫色，同时市场突破了飘带。跟之前的每一次都不一样，它的空间打开，飘带转变颜色。好，这个时候它就是回调找飘带附近的一个买点。好，当时是提前转飘带，没有突破龙门线，所以这种地方就可以去回调买进。好，后续它是直接突破龙门线。好，突破龙门线之后，它也有可能会引发回调。这个时候回调，也就是龙门线和飘带，这些都是一个支撑，这些都是2次的回调买点。那当然，这一部分行情和现在的又有所不同。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这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下跌，虽然这一波行情跟当下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但基本上其实也差不多。所以我们要关注什么？关注它的一个龙门线的回调以及飘带的回调。啊，龙门线是第一个最强势的支撑，如果9转之后的调整连龙门线都不跌破，而在这附近产生支撑再次启动，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极强势的一个回调。好，龙门线目前在22,719.56。好，那正常来讲就是会回调飘带，飘带当下是在22,105.04。当然，在后续行情走势当中，它会有上移的动作，因为它是一个跟随趋势的一个指标，是吧？它会有向上的修正。所以后面我们再看一下，是回调龙门线还是回调飘带？在这两者当中出现的止跌，2次的反包将作为启动的再次买点和加仓点，而这完全取决于9转是否形成，以及9转后或者顶背离后它这波下跌的力度。那么以上就是顶底背离和趋势反转判定这2部分内容，希望它能够对您在指数分析上有所帮助。听到这里，如果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日常的一个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或者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阿哲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不止点赞和评论，也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点击这个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就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研究美股行情。
而同时，如果未来的每一期视频您都想要及时能够收听得到，不错过每一期的知识点，还有这个观点，大家也可以在点击订阅之后，点击下方的全部铃铛。那么全部铃铛点开，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之后，就会用弹窗的方式提醒您，您就不会错过每一个更新内容了。在此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还有评论。而如果是第一次相见，您就点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为了感谢大家的订阅，阿哲也准备了一些见面礼。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上海技术图的一个面板。刚才我们所讲的指数的趋势分析所用到的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模板，就是阿哲专门为了我们财生同学以及订阅粉丝同学所准备去研发的一个趋势指标。大家如果是今天的新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同样在点击订阅之后，可以找助教去领取、去安装这个指标，去看一下您手中个股是什么个情况。那么阿哲相信它也可以帮助到您对于个股的分析。在现在我们的视频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这个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了。找到助教之后，您跟他说一下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希望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他就告诉您怎么去安装和使用了。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叫做日内变盘点。刚才所讲的很多技术基本都是针对于日线方面的，而日线可能我们要等到它收盘才能够更好去确定市场是否走弱或走强。但如果你能够看盘，你想要更加直接、更加快速在日内就能够看得出市场多空的转向，用日内变盘点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日内变盘点是阿哲认为在当前的15分钟图表当中容易出现高低点的一些行情走势，容易出现高低点的一些时间段，一般会在盘前广播，也是我们粉丝订阅的福利。在盘前广播当中会去每天盘前去写出来，根据这个盘前广播就可以知道每天在美股的指数当中哪个地方容易有拐点，它的多空之间又如何会去转变。这里我们先说一下拐点的简单使用。正常来讲，如果出现一个变盘点，比如说4月10号在日内9点45分还有1点，这是香港时间凌晨1点，会出现2个变盘点。那么我们就知道，如果市场是快速的上涨到9点45分，比如开盘第一根 K 线，它这种长上影线或者说等等的这种不太好的 K 线变化，正常你就不要追了，容易是日内的高点附近。而如果是一波下跌遇到变盘点，而在这附近又有类似运线上破或者底分型的这种强势的反向行为，正常这里就容易是一个日内的低点附近。我们再看到4月13号的盘前，是不是给到了3个变盘点？这是昨天的日内9点45分、11点还有2点。9点45分开盘第一根 K 线跳空下跌，而后下一根 K 线是一个低开高走强势阳线，是不是确认了这里是一个低点变盘？而价格上涨到下一个变盘点是11点，11点是一个高点变盘，而后出现了调整，在2点凌晨2点的时候再次出现启动上涨，这些都是日内容易出现拐点的地方。阿哲虽然不能说100%每个都是高低点，但至少像是有7、8成把握这些顶点这些时间点附近容易有顶底分型的产生，所以这是第一个叫做变盘点的使用，它的一个意义。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多空之间转向。那我怎么知道空方后续可能会变强？那么我们先要知道多方强势的一个变化。什么叫多方强势？当市场出现一个低点变盘的时候，它能够快速突破左侧高点，那么这种叫做强势的多头。而当市场出现了一个高点变盘的时候，它的下跌只是回调，甚至连左边这根阳线11点当天这根阳线高点变盘这根 K 线的低点都无法跌破，这种就叫做空方是弱势的，所以后续一般容易再次上涨。而在出现低点变盘时，又是快速的加速上涨，所以高点变盘是小调整，是一个微跌；低点变盘是加速，低点变盘是加速。这种行情就说明多方依旧在日内是强劲的。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变弱？这个时候就要关注下一个变盘点。下一个变盘点正常在低点之后往往是加速时遇到的高点，那高点后的下跌，它如果会把之前的低点给跌穿，而后下一个低点变盘它比前面的2点低，以及它的上涨比之前的高点低，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高点降低，这种就是空方开始变强，多方开始转弱，那时候就要小心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是谁呢？是今天的10点，所以开盘的第2根15分钟 K 线将是关注点，那个地方往往是高点变盘，因为在昨天2点是低点，而且是一波加速，所以大概率今天的10点容易在开盘的时候见到这个高点，而你要关注那个高点跌到下一个变盘点，它的力度是如何的。如果很强，那就注意了，可能是一个多空之间再次的日内转变；
那么其他变盘点呢，阿哲会写在今天的盘前广播当中。大家订阅阿哲之后去找助教领取的福利当中就有一个，到时候盘前阿哲写好之后会发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大家可以去进行观看。我们对于指数的日线和日内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个股方面，大家应该会更有清晰的一个思路。不过在此之前，只能再次完整的介绍一下，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所能得到的福利究竟有什么。今天的新订阅同学可以认真听一下，老同学呢，您可以跳过这一部分。那么我们对于新订阅同学的4重界面里，分别是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盘前广播、这个盘前的点位预测，还有一些时间日内变盘点。第3和第4是一些内部的课程。阿哲相信您能够听到这里，或者说您能够订阅阿哲频道，肯定是一个爱学习的同学，并且对于技术分析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的内部课程会有一些不公开的一些体验实战课，分别有美股的技术分析教学，还有美股的期权课程教学。技术分析的课程是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早上10点，而期权实战课是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下午5点。这个课程大家根据时间去找助教，去拿这个直播的链接即可参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本周的一个课表。本周对于美股技术分析课程，我们会讲到一个双底猎手趋势的买入攻略。很多同学可能对于技术分析目前的了解还不够深刻，或对趋势的一个交易呢还不是很明白，所以在本周我们对于趋势会再做一个深刻的研究，在目前行情如何能够用趋势交易去找到一些个股的交易技术，比如说左侧左底如何去买，右侧顺势又如何去买，在趋势交易当中顺势买入又有哪些技巧，都会在本周的课程当中去讲到。所以大家如果是今天才来到阿哲频道那可能有点晚了，但是也还有3节课程还未开始，大家可以在目前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然后立刻报名本周的课程和领取4重福利。您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有一个置顶评论，直接把助教的联系方式发在了评论区，大家点击评论区的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那么2种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您只要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那么就可以领取这4重福利。接下来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环节，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当下的市场因为处于上涨九转的结构当中，如果你还在买一些追涨的股票，其实也很容易在九转附近买到那些股票，比如说像谷歌、像 AMD 等等，我们之前在低位市场可能左侧的时候讲到一些个股的交易机会，比如说 Meta， 在这些股票如果你在市场走到九转之后还想要再去买的话，其实就偏晚了一点，一不小心可能就追高，包括英伟达是吧，等等都是一样的。好，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去做交易，你还想买股票，那怎么办？那只能冒一点风险，买到一些有可能补涨的标的，或者说有一些资金可能目前也怕追高而去选择的标的，那么那些标的就是一些左侧当下的一些机会。当然这些个股可能不多，至少可以看得到机会的不多，所以我们在上期讲到的是特斯拉、微软、Meta、Circle，Meta 不算，应该是特斯拉、微软和 Circle 这3个算是左侧的机会。而目前你会发现微软和 Circle 在昨天市场上涨时也跟随上涨， Circle 直接涨了 12%， 微软也涨了快4个点，也就特斯拉还是那么弱。所以当时这3只股票我们说过特斯拉是最相对疲软的一个了，这没办法但是它确实也有一些左侧的机会，它的左侧机会是在于它来到一个关键支撑区。这个左侧大家注意了，左侧和右侧不一样，右侧一般是涨了之后我去找买点，比如说目前的市场、目前的指数是吧，它涨了一波很强势，大家都知道，我后面在回调时去找买点，这种叫左侧。这种叫右侧，右侧的趋势交易，涨了之后再去买它未来还会继续涨，这种叫右侧。那左侧就是它还在跌还没涨，左侧就是下跌时去买进，博弈的是想要买了再涨，所以左侧就是有这种意义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左侧是一些机构的博弈点，在下跌时去建仓去买入，比较适合机构。对于散户来讲可能操作难度会大一点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模仿。你要知道是左侧的胜率会低一些，因为它毕竟还在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仓位不能够放太多，一般可能最多不要超过40%都偏高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支撑位置在哪里，就之前的左侧这个缺口以及前面这个低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如果这个区间被跌破，其实特斯拉就很麻烦，它是一个中长线可能都会面临一个反转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中长线的最后支撑了，可以这么去说。所以价格跌到这里，我既然知道这里是中长线的支撑区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行为，它再往下跌我就继续买呗，在这个区间跌破之前可能跌一下我就买，跌一下我就买。
所以这种情况下属于一种左侧思路。不过特斯拉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也讲了蛇口和微软。那么它不好的是，它最近刚好有一根长阴线。一般来讲做左侧，如果左侧有长阴，就容易出现一种情况，第一波上涨，后续容易面临二次回踩。所以当前的特斯拉连续3根阳线，左边阴线的一半都没过。这种算是一个弱势止跌，所以你要预防它基本有二次回踩的可能性，或者说大概率还会二次升探这个区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第一次买肯定就不能买太多的仓位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右侧趋势分析，像上海趋势图就是专门去关注右侧的一个指标模板，当然左侧呢也有一些方法。目前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如果上海趋势图当中您打开看到您的股票是一个黄色飘带，那基本上不用说太多，你的所有买点都是左侧的。只有出现紫色飘带，才有机会在中短线是一个右侧的上涨。所以市场在左侧的时候出现了上涨，一般就是左侧买点。如果突破了飘带回踩，那这个地方才叫做右侧的买点。所以右侧买点是买在上涨回调时，左侧买点是在下跌未涨时，所以这两者是有一个区别。所以当下这里肯定是一个下跌未涨时，因为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只有等到右侧突破飘带回踩紫色飘带才能够去看。而当前它还是一个黄飘带，所以目前来讲它肯定比指数要弱很多，大部分股票都比它强。所以当下我们要关注的是它容易有多次的回踩，因为上方的飘带还是有压力的，目前指数也在九转，而它还没有明显启动。当下的一个压力，这个飘带是在 361.272， 以及上方是在 378.673。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伟达，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就没有那么复杂。当前是市场一个对于之前震荡区间假破位之后的黄金坑而后出现的反向，但它这里虽然是一个破位后的反抽，但它的整体结构是没变的，它还是一个震荡行情。所以这里依旧是做震荡，而不是做长期，不是做一个大涨。至少从目前来讲，这个结构还是一个震荡。等一下我们再看上海趋势图会有其他的一个思路。在这种震荡当中，就小心震荡的上沿、震荡的中枢。所以在中轴线附近有一个长上影线，我们说这是一个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它已经被吃掉了，所以完全的在这个地方缓解了。什么意思呢？它当时这个地方有被套了的筹码，冲高回落套了一批人，当时这里是不是还是一个 GTC 大会？市场下跌，所以这里是有套牢盘的。市场收阳，在这里连续停2天，而且都吃掉了，说明什么？第一根就已经有抛盘，但抛盘之后没有明显下跌，说明这个抛盘基本被吸收消化。所以当前的市场基本是一个很强势的，缓解了之前的抛售的这种行为。那么接下来就要往上看了，下一个抛售区间也是更强的一个区间，就是之前的这一根上影线。为什么说它更强？因为当时这里根本跑不了，如果这里追高了，第二天大幅的一个快速的下杀，这种情况下其实很难跑，所以这个地方的套牢会比之前这里要多一些，所以这个地方将是一个更大的压力。当然它这里也有可能先调再往上走，但你要知道是这里已经缓解，所以这个地方调它往往也是一个机会。上方的空间已经打开，可以看到上方这个震荡的上沿去缓解上方的抛盘，所以在后面就要看一下这个抛盘强不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的上海趋势图，从上海趋势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 K 线是有黄色的 K 线，黄色 K 线它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信号。上海趋势图它对于中长线的趋势分析看的是龙门线，对于市场的一个中短线趋势看的是飘带。而如果在某些关键的 K 线上出现颜色，一般说明的是市场到了一个买点和卖点。好，黄色 K 线一般代表是一个超买，也就是说市场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买盘过剩，那么物极必反容易在这种黄色 K 线附近发生。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之前这里是不是也加速，黄色 K 线一旦出现的时候一般就不要追了。如果出现黄色 K 线你还买，相对来讲就不要去加太多的仓位，你只能说小买怡情，或者说日内做短线。一旦你发现黄色 K 线消失，而后黄色 K 线被跌破，这个时候就是确认它的风险确实释放了。黄 K 出现不代表一定会跌，但黄 K 消失被破位，就说明这个风险已经是显现化了，就说明这个风险已经开始显现在日线图表当中，所以后续就容易出现下跌。所以黄 K 出现的时候一般就不要再买了，黄 K 消失收阴线，黄 K 消失破位都是要开始减仓的。黄 K 出现收阴下跌都要减仓的，黄 K 出现收阴下跌都要减仓。好，像现在也是一样的，市场的上涨黄 K 出现你不一定要卖，但是绝对不能加仓。好，这个时候黄 K 如果消失并且出现明显的下跌阴线，是不是也要去卖的？至少要止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龙门线，这里是飘带，那一样的二次回调龙门线
为强势的支撑，而后飘带为正常的支撑。多方如果连龙门线都不破，那么基本上这个多头是有机会走出这种震荡格局的。如果是回调到飘带附近找支撑，那只能说这个地方的多方也就那样，一般般正常。我们来看到九转，因为指数的环境影响个股7、8成的一个整体的环境，所以目前的指数到了8转，那纳斯达克指数到了升级8转，是吧？英伟达其实也到了8转，所以这是个地方也一样的。所以到9转的地方还买股票嘛，肯定就不应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等待它的回调去确认一下。它的龙门线是183.062，所以第一个关注的支撑是这个地方，第二个是缺口加飘带，所以当下依旧是上涨回调找买点即可。那么下一只标的，我们来看到比特币。我们今天看的就不单纯是比特币了，还有以太坊。同样，阿哲也把这个图表放到大家面前。那么在以太坊、比特币的币圈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也可以用到定期背离，这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提过的，但这个方法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过。在某一些圈子里面，它被称呼为 SMC， 这是一个英文的缩写，它被称为村民前的背离行为，其实也是一样的，跟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指数背离是差不多的意思。在比特币和以太坊当中也是同样存在这种变化。好，比如说之前这个高点，你会发现以太坊、比特币其实大部分也是高度相关的。好，当时的比特币它是不是在97951这个地方建了一个高点，而下方的以太坊是没有的，因为以太坊的高点不在这里，它在前面这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同样的地方有一个高点，而另外一个比特币它早就创新高了，以太坊是没有新高的，所以当时这个高点是不是很明显？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一个顶背离，同样顶背离在这里没有修复，走顶分型，后续出现一波下跌暴跌。那我们来看到最近这个低点它也有一个背离，这是底背离，左侧的一个低点，很明显这个比特币是跌穿了，而后我们看到以太坊同样的低点，以太坊是没有跌穿的，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底背离。底背离后出现强势的底分型，市场在这里出现了上涨。目前上涨有一个问题，比特币倒是没有九转，之前有九转，我们之前在这里是提醒过九转的风险，现在没有九转，没有九转就没风险了吗？也不是，以太坊有九转，以太坊的九转当下它大概率应该是形成的，而后左侧这个高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很明显以太坊是新高了，而后比特币是没有新高，还有一点距离，所以今天关注一下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收线的时候是否能够修复这个背离，如果能修复，那么没有问题，那么空间打开，后续回调依旧看涨。好，这个背离如果今天不能修复，后续1、2天再出现顶分型确认九转的风险，那么基本上背离加九转，那么顶背离不修复，这里将会是再次的调整，再次是一个高点，它这个级别还不小，所以这个地方是以太坊、比特币要关注的地方，重要节点。如果顶背离不修复，九转形成再出现明显下跌阴线，一定是要跑的。而如果修复了背离，那么加上以太坊的2个上行的分型结构，那么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九转的结构线，是吧？以太坊的九转结构线，还有比特币的九转结构线，其实还是有空间的。所以这个地方只要不是顶背离九转被确认，风险释放，那么能够修复顶背离，那么后续九转后的风险消化之后往上有机会去看一看前面九转的结构线。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以太坊、比特币方面的两指数背离的情况，两指数背离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第一支标的是Circle最近的走势也是很强劲的，除了阿哲标注绿色块的那些股票之外，其实有很多股票走的也还是不错的，包括一些灰色块的一个个股，只是阿哲可能没有关注到那么全面，像博通、后卫都是挺好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像这些地方其实都出现过蓝 K， 蓝 K 产生的时候，其实不管它是什么趋势，它都说明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超低的地方。好，超低的地方一旦出现明显的止跌，其实都可以做博反弹的一些行情走势，只是它的反弹有时候可能是相对的弱势，有时候行情会大一点，这个就要看跟踪的一个水平了。这一次市场上涨，基本上在飘带附近没有出现什么压力，一鼓作气把飘带突破，又把我们的龙门线给突破，所以当下是一个神异九转的第7根 K 线，而后是已经突破了龙门线。当然突破龙门线之后，它目前还不能说是有效突破，因为龙门线突破一般要2根之后，比如说突破的第1根，突破的第2根，好，那么这里会是一个压力线，它只有再突破，我们再去确定龙门线是突破的有效，那么它转为支撑。而当下它只是刚到第2根，它跟纳斯达克指数不一样，纳斯达克指数已经突破3根了，所以纳斯达克指数的这个龙门线是可以上支撑的。
而它还不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关注的是它二次回踩要确实止跌，我们再确定它有支撑，或者说它今天再次收阳线突破昨天的高点，这个地方就直接认为它有支撑。所以当前因为它是直接走加速，所以龙门线这里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回踩是有机会在龙门线附近找机会接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属于左侧的一波上涨，左侧一波上涨，右侧将有2个机会，一个是龙门线，一个是飘带，就看哪个地方撑得住。好，龙门线是在97.624，飘带是在86.266。现在是股票，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在一波连阳上涨之后，当前也到了8号 K 线，跟指数是同步的，基本上1、2、3、4、9号 K 线不一定会出现，因为它最近走的是震荡，所以它依旧要到5号 K 线的收盘价314.74之上收盘，才能够确定9号 K 线。所以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成为9，如果能够成为，基本上结构就出现了，结构线在龙门线附近，所以它的结构上是比较漂亮的。因为很多个股，包括特斯拉、Meta 等等的，其实都跌破了龙门线，但谷歌是没有跌破的，而指数也跌破了，所以谷歌目前的这个走势其实还是蛮强劲的。在之前低点的地方，它其实是不是刚跌破一点点龙门线就立马止跌启动？所以很多股票它如果在龙门线之上运行了很久，那么首次回踩龙门线的地方其实是一些比较不错的机会。阿哲是讲过很多次的，在谷歌这一次的回调当中，其实我们也讲过，这个地方是很有可能成为中期底部的，所以这种地方其实是一些比较好的找机会的地方。好，价格上涨之后，目前中期底部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因为不是中期底部走一波这么强势的9转上涨，可能性是不大。所以当前它这一波9转上涨，如果能够有9形成，那么结构线就在这里了。而价格走势在回调之后可以往上去看，因为前方这个9转的结构线是在左高的地方，所以它的压力还是离得比较远的。这里如果能够回踩不破飘带，而后往上，空间还是有的。所以2次的机会在回调，第一次我们把握的是一个左侧的上涨。那第2次将是一个右侧，第2次可以看到要么是缺口，要么是飘带。不过在调的时候，飘带有可能就已经靠近了，所以我们直接看飘带的方向也可以。飘带目前在300.15，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拿到上海趋势图之后，好好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目前趋势是怎么样的，它是否长时间在龙门线之上。目前如果还长时间在龙门线之上都没有破位有效果的，基本上都是很强势的股票，都是可以去好好关注的。所以当下如果您还没有安装，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助教去安装，当然前提是您先订阅阿哲频道，订阅之后就可以安装体验。目前我们要看一下谷歌有一个问题，它之前其实走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比较大级别，它是走了一个类似破位反转的一个地方。当然现在这个颈线位是再次被突破了，不过还是要相对的小心，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反转的区间，那么这个区间它最好不要往下破。它如果第一波下跌把飘带给跌破了，而后走的是这种走势，就重新破之前的颈线，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这一波上涨其实是你要先有盈利就落袋，至少落袋大部分，因为你不知道这一波回落它会不会撑得住。如果撑不住，走最坏的这种情况，虽然概率比较小，但如果真走出这种情况，是不是你这时候再卖就浪费了之前的利润了，是吧？所以这一波回调能不能踩得住，另外一说，踩住了就做一波向上，如果不能，那是要预防它可能往下去破中期底部就失败了，是吧？我们要小心这种小概率事件，尽可能预防。现在是个股，我们来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目前是走了一个难得的强势上涨，但这个地方不改变趋势，因为它只是首次突破，或者说刚突破这个黄色飘带，它的飘带还是一个黄色的，所以只要目前飘带还是黄色，甚至是龙门线还是明显向下的，这种股票其实就算不上强势，只是说如果你要做超跌反弹，之前确实有些股票没参与到，最强的那一批你买不到，那现在你想要买，可能可以做一些左侧。那左侧如果还是有一些没有比较好的，像思口那种没有及时买到，那可能最后我们才去选类似这种龙门线向下长时间下跌的这种飘带附近这种个股，类似于 HOD 甲骨文都是这种类型的。目前它是在周线上的龙门线出现了止跌，所以在附近有一些反馈很正常，但它的止跌其实并不强。到目前为止，它的周线的白色 K 线超跌都没有突破，一直走的是类似运线的这种结构，是震荡的，所以空间是不太容易看太远，所以这种可以去关注是否后续能够转飘带以及站稳飘带。因为它突破飘带的时候，一般会有2根 K 线要确认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如果就走弱了，正常来讲一般般，所以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今天是第二根，第二根如果就有压力，第二根就走弱回落，甚至破位，那其实还是很一般。所以这是甲骨文目前的一个看法，不能因为昨天涨了一根强阳线，目前趋势没有那么容易变化。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飘带的价格
是144.466，还有148.582。我们来看到这只股票是 MSTR， 它是一个二次回踩，至少比甲骨文要好一些。但目前的币圈其实有一些风险信号，最好等我们风险信号能够消失，顶背离修复可能会好一点。好，现在这个地方还不太稳，因为它的飘带还没有突破，还是黄色飘带，至少要选可能 Coin 会比它强一些些。这里是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当前也没有站上，所以这个地方就不上不下的，比较尴尬，最好再等一等它的一个方向，如果能突破飘带就更好了。看一下飘带的一个上沿134.286作为目前的这个压力区。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它是之前这里有一个冲高回落的阴线假阴线，而后震荡了一下又再次启动，所以当下其实还是没有太多变化，我们依旧是左侧看涨。左侧的区间，如果是新同学，我们再说一下前面这个缺口，大家可以自己去画。这个缺口和这个低点的地方，就跟特斯拉目前的处境是一样的。这里是一个中期甚至是中长线重要的最后的支撑，所以在这种地方一般有反馈，中期反弹很正常。它前面已经走了很多次单边的这种下跌，基本没有中期反弹。那有同学说，那这个地方不是中期反弹吗？那很强势啊。中期反弹一般对于飘带来讲，它会有很明显的往龙门线的动作，以及它的飘带会转为紫色。而后你会发现这一波上涨很强，但是它没有转紫色。这一波有转紫色，但其实它是一个震荡。这一波它好像有反弹，有变紫色，但其实它并没有往龙门线靠。所以这个地方它目前刚开始，如果按左侧来讲是中期反弹，它其实还没走完，目前刚开始。因为如果只是这个幅度，它还是一个小反弹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小反弹，是中期反弹，那它至少要破飘带，转紫带，紫带回踩不破往上，这种叫做一个反向的中期反弹。当前可以看这么一波中期反弹，所以当下是一个左侧的买点，右侧也要等突破回踩紫飘带。如果突破回踩的时候紫飘带被跌穿，那就不行，我们要等突破回踩紫飘带去找机会，当下依旧是左侧的买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博通，博通也是很强劲，它也类似于像英伟达那样子，破位之后产生了假破位，而后快速的强势底分型，再出现快速的一个上涨加速，在加速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黄色的 K 线，黄 K 产生，如果离飘带比较近，那还有追涨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是已经连续的加速，这种到了8、9号 K 线是吧，还是黄 K， 这个情况下你再追涨肯定没有必要了，不管你是踏空啊还是怎么样的都无所谓了，等后续的二次回踩再看。像这种地方其实追涨就一般比较麻烦，你不一定每次都会追到这种高点，但是如果你保持这种追涨的习惯，你总会遇到这种高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去追这种行情。我们等价格的二次回踩，要么是这个缺口加龙门线，要么是飘带。正常来讲，这波回调如果真调，那飘带应该会走上来，所以到时候关注飘带就好。现在龙门线在上，价格是377.966。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同样的结构，不过 AMD 我们之前倒是在这附近，它是给到一些机会的。它不像博通是快速破位之后反抽那种，你一时间没有买到，它第一次的强势底分型，后面再买其实难度比较大。所以像 AMD 这种倒是好买一点，因为它是有一个动作出现了紫色飘带转色是吧？它黄转紫色，而后还有多次的回踩给你机会。所以当时我们有讲过很多次，在 AMD 盘前广播还是我们的行情视频当中都有讲，是吧？这个地方是一个运线的上破，以及 AMD 它的一些价格的机会，所以这种地方买进是比较好买，不像博通那种它给的机会比较小，一不小心就错过了。AMD 它是给了好多次的回踩才启动的，那当下也是到了8号 K 线，也是个黄 K， 并且它左侧有一个九转的压力线也临近，所以到这个地方之前买的到这里分批高抛就行了，后续等待二次回踩短波段再找机会，一个人是缺口，一个是飘带，飘带肯定会往上去靠啊，等它回调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关键的，后续肯定会往上抬。目前是在219.735。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HOD，OD 就跟刚才的甲骨文差不多，但甲骨文现在还比它好看一点点，不过也就半斤八两。好，它其实也是一个长时间下跌，而后在龙门线之下，龙门线向下，黄色飘带，它其实目前也还没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中期反弹。所以你说它会不会有反弹？也有机会，但这个机会当前是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价格的反馈，就多头还没有明显的出现。它在周线上也面临一些支撑，这个中期的支撑是之前上涨结构的时候所留下的高点突破，所以这里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支撑区，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中长线的支撑区。这里也出现了九转止跌，只是它的周线蓝 K 到目前为止还没突破，所以表现在日线上一直在盘整，一直在震荡，一般般。不过昨天这里如果你要买也可以买，因为这里是一个二次回踩反包阳线，你可以作为一种启动信号，可以去往上去看，如果能破这个高点，这个地方转为紫色飘带也可以，不过这种地方就属于左侧了，虽然不是很左，
但它也不是一个偏右的，因为它目前飘带还是一个黄飘带。当前的一个飘带上沿是72.216，当中股票它是偏弱一点，这一点是要注意的。下一只个股看到 APP 其实也是2次回踩的过程，它没有破左低，也是附近有蓝 K， 但启动的信号力度不上强，目前也是一个冲高回落复阴线之后所产生的压力区间，所以这附近呢有一个黄色飘带，又有一个冲高回落的阴线，所以抛压会比较强一点。如果要做，最好等它过，这种情况下至少抛压缓解了，后续转为支撑再去看会更好。所以当下这里就是压力位附近去买就不是很好，428.48作为飘带的一个压力。看到下只个股是半导体3倍做多，这个个股就跟博通类似结构，因为它也是破了一根之后快速止跌上涨，而后出现缺口。这种情况下，在这附近第一次没有买到的，后续其实就很难再买了，或者后续你要再买就只能追涨了。所以这种个股其实也是没有像 AMD 那么好做的，这一般找买点。尽可能我会找 AMD 那种给机会的，有些股票它哪怕涨得再好，它不给太多好的回调买点机会，其实就没有太多必要。当然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龙门线附近的回踩，所以龙门线回踩出现超跌 K 线，是不是跟谷歌类似？只是谷歌它是白 K， 而它是一个蓝 K， 是吧？所以这种地方在关键的支撑附近出现了超跌 K 线突破，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行情，有买点，但买点正常应该上不了太多仓位，因为它只有第一次的买进机会。而目前是突破了走高，突破走高再有新高，这里其实就认为前面这里是一个中期回调而已，所以趋势当下还是没有问题的。你从周线上也可以看到，它周线一直是延续的这个飘带在往上走的，到目前为止周线的一波回调它还没有产生过，周线的回调它一直都是日线的这种中期回调，但周线上都是一些短回调，基本上没有调几周。所以在走了这么多波之后，我们只能在这附近找短线的机会，就未来哪怕再回踩，你其实找的都是一个短波段的机会，不要拿太长，因为当市场走了当边行情走了很多波之后，你就要小心它来一波对于龙门线的回踩。所以这个股票你只能用短波段的这个思路去做交易，做完一波你就最好跑，而不要拿太久。所以当下也是的，做完一波之后就不要拿太久了，九转什么的在这附近不要买股票，不要买它，而应该是做什么？等它黄 K 消失，等它出现下跌，确认止盈减仓卖掉像很多股票，像目前的闪迪那些也差不多。所以价格走势飘带会往上移，而后再看一下回踩飘带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短波机会，到时候再说。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Circle 当前依旧是左侧的，我们是通过了价格的九转出现，而后设了防守位77.8，是吧？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止损。好，往上去看，如果77.8守不住，往下跌，你加仓的时候它如果守不住，那么就只能看下方了。因为左侧是下跌买进，是吧？所以后面这种之前这种高开什么的，一般是不要在这种地方去买的。所以我们之前的买入区间是9号 K 线，还有77.8，这里面出现下跌买进，所以呢买点在左侧其实就只有哪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它有跌进来过，是吧？这里跌过，这里跌过，是吧？所以只有这些跌进来的地方呢，你才去找买点。那么这里是一个右侧的运线上破，这种右侧的买不买都行，因为你左侧如果买了，那么在这个黄飘带之下就没有必要去追了，你的右侧买点就可以等它突破飘带回踩去做。好，当前的飘带它的上沿还有一定距离108.308，所以这里呢还是以压力去看，这里是压力，这个压力你左侧买了之后有赚，你要跑不跑就看大家了。如果你要看远一点，你是留着一部分仓位还等右侧的，你可以做一点止盈而已，就是如果收阴线指数走弱，你可以做止盈，你可以不用全跑，然后依旧呢看这个区间往下再去看左侧机会，你可以高抛之后在附近再找止跌买，那么右侧就要等它突破，把这个飘带给击穿才行。飘带的一个压力在102.624，价格突破回踩，然后找右侧，那时候才是右侧。我们再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 的价格走势，它也算是超跌之后白色 K 线是吧？运线上破，这种就看敢不敢买，因为它这里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中期点位，它类似于周线上是吧？你可以说这里算是一个中期支撑吧，但是它的区间比较大，所以有一定的误差。不过日线上其实也有给买点，白玉 K 线，然后它是一个运线上破，所以这种地方它就是一个波反弹，因为它是个黄飘带，所以你只能说看反弹，仓位肯定不要放重的这种买点，你不要重仓去这种点，很危险的。然后飘带目前突破之后，它肯定这里大概率转为紫色飘带，只是目前还没有转，但这里可以作为支撑，大概是595附近。当下呢来到了九转，我就把这个缺口呢作为防守位，股价回调在缺口和飘带附近寻找止跌2次机会，可以做这个趋势的 N 字结构。但第一波呢，其实走到这里就不应该再去念想太多的空间了，
到这里其实算是一个找止盈的地方，而不是找买点的地方。下只个股是 OKO 低位都出现黄色 K 线了，这种一涨就黄 K 的，它相对来讲就那样，黄色 K 线出现其实就没有必要去买了，不管它是后面走加速还是怎么样的都无所谓，因为它太弱了，整体都是一个黄色飘带，它有可能会走出中期的反弹，但是没有必要在这里去博弈，可以往后再看，这种地方指数还有一个风险的可能性，就没有必要再做这种补涨了。我们看到这种飘带上沿是54.466，关注它的一个压力位。下只股票是皮尔 TR 的话呢，它有一个左侧结构，价格的长下影线打破了走低，而后快速的反包，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要。市场的超跌反弹一般来讲可以看到飘带，所以看一下飘带压力，这个地方是一个左侧超跌反弹143.414，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你如果看涨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股票呢，怎么说，当下行情去做超跌反弹，而且是这种明显快速下跌的，它其实不像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向。目前指数这种环境下，其实你不买股票或者说少买会更好，而不是一直想要找一些股票去买进。所以目前思路就是这种股票看涨或者看反弹，但是没有必要在这种时期呢去买太多。下一只股票是 Coin 比 MSTR 好一点点，但仅是一点点。昨天我们在盘中广播有讲过，它这里是有一个左侧信号低低的差值，这里出现不创新低的阳线作为一个买点看涨点，目前可以博弈它的二次回踩往上去突破这个飘带。所以 Coin 呢，昨天是有讲过，这里可以作为买点，买完之后呢，把之前的这个作为止损也行。当然这个地方其实哪怕下面如果它这里能够给一个引线回踩，你甚至可以做加仓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里可以算是第一刻的买点，因为是左侧嘛，左侧你可以把前面这个低点作为防守，可能会更加好一点。只要不破这个低点，往下哪怕再探，也可以去找一些机会，因为这前面是一个九转，它不完善所以往下破一个低点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昨天这里呢，只能作为左侧第一次买进，就看它有没有机会在二次探，然后再止跌。好，飘带的一个压力是186.353，然后下方呢是175.347。然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呢又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而后它是一个上涨破位反弹，这个地方则是定义为反弹的，因为比起很多比如说个股来讲，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的转换，它不像3倍做多半导体，它已经创新高了，所以当下这里你还不能够把它定义为一个反转，因为它的这个结构是一个顶部结构的一个态势，所以这个地方它容易是反弹，然后九转黄 K， 如果是这种走势的话，它其实还要调，所以这种地方你最多就只能做反弹。当然我们没有太建议去做美光，因为闪跌会更好。好，价格走势目前有2个缺口还没有去完全的回补，目前也九转将要出现，如果九转产生之后它的回调不破飘带，或者说不破这个9，好，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往后去看2次，如果能新高，那才能够解除这个风险。好，看到飘带的一个价格396.525，下沿是388.727。再看到下个股票是亚马逊的一个行情价格是低位震荡之后往上，把左边的2个缺口都补掉了，很强劲的一个行情结构。借助指数这波反弹，它呢算是把之前破位的地方给修复了，又站到了龙门线之上，龙门线又开始往上翘头。这里如果形成了九转，那么后续的回调最好不要破龙门线，不破龙门线那就跟之前一样，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震荡区间，那这里呢是一个震荡区间的上沿了，所以整体结构之前这个高点到这里，就这个高点到这里，其实它已经是个上沿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找加仓机会没有太多的必要。龙门线的支撑是225.15。以上呢是4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今天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